Hello，皆様、こんにちは、KT です。北海道的夏天就一如往常，非常的短暂，大概就7月、8月这2个月，短短的，就一到9月之后，就开始天气就转凉啦。然后呢，每到这个9月的时候，我们关于这个真的是万年老问题。之后呢，9月、10月、11月之后，快要冬天的时候，大家穿搭呢，大家很多人又开始烦恼起来了，然后就是都会丢讯息，然后就问我说：“我下个月10月要来，我烦恼要怎么带衣服 ？”Focus 在这个就是详细跟我讲他几月份要穿比较好。然后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个千岁衣用，就是我常常呢也来补货，也来逛我的衣服的地方啦。千岁的这个天气呢，它是在稻央，差不多就跟札幌是差不多的一个气温的一个区域。目前呢，9月底呢，这边白天呢大概20度左右，但是早晚的温差非常大，早晚的有时候大概10度左右，而且这几天好像晚上的时候好像还有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还有冷到差不多9度、10度，然后之后呢，到10月、11月过后呢，那个温度啊会再慢慢的降。秋天这边的话呢，可能白天的温度就是10几度到20度左右，然后早晚的温差，北海道这边早晚的温差非常的大，所以早晚呢还是要注重一下保暖啦。基本上这个9月、10月还有到11月差不多中的时候呢，我就会穿一件薄一点的这个薄长袖，然后它可能里面有一些刷毛。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有时候变天呢，我大部分我都会搭一件。我现在身上呢是一件轻气绒外套，因为我这个材质还蛮特殊的，它是气绒，虽然说它跟羽绒有点类似，但是像我这一件呢是可以丢进洗衣机洗的，而这一件的重量呢比羽绒还轻。那像我身上这一件外套呢是胶下的，就之前其实有跟大家介绍过。然后我下面呢就是一般的长裤啦，然后今天下面呢还穿了一个秋靴。有时候11月在平地如果没那么冷的话，我大部分也是就套一个这种像这种轻羽绒的这种轻气绒外套，就当做我的上半身的这个外套。我现在就想说再进去看一下千岁衣用呢，现在在9月底的时候，里面呢大概有卖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其实因为我今天呢主要是想要去找我的内搭inner，我想要再添购几件。那现在呢就跟我一起进去看逛咯。OK， 那我们现在就来去逛吧。这间千岁衣用真的是开箱很多次了。这边是坐地铁 JR 千岁站这边走过来5到10分钟就可以到哦。看这边还蛮多店的 ，James、ABC Mart， 还有眼镜店什么之类的。那就跟我进来逛逛吧。按照惯例，每次介绍穿搭都要跟大家同步一下日本卖场这边卖的衣服啦。衣用这边呢是不限店铺，消费满5000日币以上就有免税哦。一进到卖场，直接上2楼逛衣服，来看看女装区。可能9月底，目前都还是卖秋装为主。日本女装万年款式是什么？一定少不了针织上衣、毛衣等，里面呢还会再搭一些薄长袖之类。而这边直接过来就看到了一件类似轻羽绒的棉袄上衣外套，这一件呢要5478日币。另外一区也都开始卖一些薄毛衣，2178日币左右。也有这种长版的针织衫，真的就是毛衣针织类居多。不过这样的穿搭怕冷的话，最好还是要搭一些大衣或是轻羽绒外套之类啦。这一件针织上衣2000多日币。再来看到这一区也有卖一些毛帽，一个也不贵，大概1000日币。每到秋天也会卖一些这种比较可爱的帽子，贝雷帽、造型帽之类，2、3千日币。不过老实说，这种帽子秋天比较适合。再来，我们就来逛发热衣专区啦。秋冬穿搭一大重点就是内搭inner，为什么呢？里面最贴身第一层呢，只要做好保暖，真的你外面爱怎么搭，就是看个人耐冷的程度啦。大家来到北海道可以看一下路上道民的穿搭，真的很少看到有人包的跟粽子一样。因为日本人穿搭呢也很注重内搭，里面做的够保暖，可以吸湿排汗的话，说真的，外面呢你就不用穿到这么多了。医用的 Peace Fit Warm 系列呢，也是我很常买的inner，因为穿到后来呢，我个人是觉得比 U 牌还好穿啦。他们家的一大特点呢，就是非常的透气跟轻薄。由于我个人活动量比较大，跟容易流汗，所以我很怕穿到会闷的那种发热衣。然后呢，他们也有分薄款跟厚款的，薄的大概1000日币左右，
厚的大概1700多日币，然后有出上衣跟裤子，连7分裤都有，可以说是款式非常的多。再来这一区还有看到一些保暖背心之类，里面有做厚厚的刷毛。这边还有看到真正日本制的发热衣，这件偏厚，里面也有刷毛，这件要2500多日币。其实日本的衣服很多也都是大陆制、东南亚制居多了，真正的日本制偏少。有的话就像这样子，价格稍微偏高一点。像这种发热衣真的款式非常多，有时候呢也是看个人的体质跟喜好，有各种机能跟材质，还有这种什么光蓄热升温的，有时候去到户外确实要穿更机能一点。再来看到女生这一区发热衣也是大同小异，比较特别的是女生区今年还出了背心款，也有我常常穿的短袖款。真的目前看到呢，把发热衣做到这么多款式的，我是看到就是医用他们家的发热衣啊。有时候不喜欢穿那么贴身跟紧的话，我还会特别买大件一点，如3L 之类，然后也有厚款的。背面产地看一下，就像我说的，还是大陆产地居多了。不过呢，大概也就是日本这边设计研发，价格上呢可以压低一些成本。另外这一区还看到一些有胸罩款的发热背心，只是我个人不爱这样的，喜欢运动的人应该可以参考看看。逛完发热衣，我继续走走看看，还有其他贴身保暖单品等，如内搭裤，还有做这种短版的，款式非常多，甚至还看到类似发热内裤的商品，美温活，体质畏寒、容易经痛的女生应该特别需要啊。日本他们真的是还蛮有创意的。再来这边随便逛一下衣服，有3000多日币的偏厚的针织外套，也开始有卖一些里面有刷毛的裤子。这件白色牛仔裤3000多，还不错。如果冬天不想穿内搭裤的话，那尽量就找内层有刷毛的裤子。再来这一区又是一大重点，大家肯定也会穿到的羽绒衣。虽然说我个人目前穿到一些新的材质，目前没有那么喜欢羽绒衣。因为主要它重嘛，又难清洗，我会喜欢找比较有机能跟特殊材质的。而这一区目前看到医用羽绒外套，款式跟去年差不多的感觉，长版的大概14000多，中长版大概1万多。我个人推荐呢，要买就买长版，因为这里冬天呢也会下雪，长版呢可以防止地底上窜出来的寒气，也可以比较好防风之类。大家呢就随意看看。而这个黑白款呢，感觉男女都可以穿，有缺的话直接下飞机一趟就来这里找，很快。这一区呢也有卖一些轻羽绒外套，不过材质摸起来我是觉得没有防风啊，这个可能就秋天平地穿搭，一件呢大概6000多日币。而再来呢也有卖一些大衣之类，大衣呢就是偏平地逛街穿好看了。另外一区呢，来逛逛男生的秋冬外套，这个感觉有点棉混绒毛的款式，一件呢大概1万日币。另外一区也有卖男性的秋裤、保暖裤等，款式也蛮多的，有的做得像西装裤一样的，大概就3000多。然后有一些保暖的上衣、棉 T 等。随便看一件大概2700多，然后它里面呢也有做一点刷毛这样。OK， 各位，我到家啦，那就来跟大家开箱一下我这次呢去医用呢添购的这个衣物。现在秋冬啊，我发现大家呢常常的问的问题呢，就是接下来我10月要来玩了，要怎么穿？11月、12月之类的。我在我的 YouTube 社群呢有发一个贴文，那一篇贴文呢我就写大概北海道10月开始了，然后大概到明年的这个3月，就主要的这个冬天、秋冬的这个区间，像北海道札幌这边的它一个平均的这个最高温还有最低温的温度大概是怎样，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这个表。在秋冬北海道这边一个很大的特点，总之就是早晚的温差非常大。
那我们看到最高的温度呢，它通常是指白天的这个温度，也就是太阳有出来的时候。然后像清晨啊，或者晚上，就是太阳下山啊，它整个那个温差落差就会非常的大，而且甚至有时候呢，晴天太阳有没有出来，晴天有出来，或者是阴天太阳没有出来，它那个整个那一天的那个温度又不一样了。所以有时候呢，其实我们早上可能出去买东西穿搭，或是晚上又要出了，突然又要出去，那可能早晚的穿搭又不太一样。那我就想说，这次的影片呢，我就大概呢主要 focus 那接下来10、11、12月这3个月主要要怎么穿好了。其实最简单的泰国影片一直在讲，也就是基本的这个3层穿搭。那首先呢，最重要的第一层，也就是这个内搭发热衣的部分啦。然后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介绍这2款了，一款呢是医用呢他们家出的这个发热衣是 Peace Fit Warm 的这一个的。然后这一款呢是我们台湾 MIT 品牌 Sedo 他们家的发热衣，虽然之前都已经介绍过，团购也不知道都已经开几团了。他们家反正就是团购人气款，真的每次很多尺寸都是卖到缺货那种。穿了这么多衣服，然后就开始研究穿搭，真的就是会开始呢去做很多比较更细的一些研究。来到日本玩，大家如果刚好衣物不够，大家也都会去逛卖场嘛，所以我就想说也介绍一下日本的这个我比较常买的。像看一下这一件，医用他们家比较特别，他们有做这种短袖的这种发热衣，像这种短袖的发热衣，然后又非常的薄，很透气。这种短袖的发热衣，我可能就是秋天的时候，我要运动的时候，我会穿这种，或是甚至有时候冬天的时候滑雪的话，我就会穿这种，真的是非常薄的这种发热衣，而且它甚至做短袖。他们这一款呢，做的真的就是非常的薄透。非常的透气，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活动量比较大的人，容易流汗，然后怕热。他们家的话呢，有在这个中国制的 Made in China， 然后也有这个东南亚 Made in Cambodia， 应该是柬埔寨制的。所以其实在日本这边呢，其实很多品牌其实他们也很少有日本制了，真正有日本制的那个真的那个价格也是不菲。然后它这个材质呢是47% 的阿克利鲁亚克力纤维。然后还有47% 的 rayon 呢，它是一种人造丝，然后还有6% 的 polyurethane， 它呢查了一下呢，它是叫做什么聚酯胺纤维，它主要呢也是比较属于这个合成纤维的部分。像 Sedo 呢 ，Sedo 他们家这一件呢是薄款 Warmtech 的这一件，说真的。我有时候这一件呢，我秋天呢在这边穿上去，我都还有时候觉得太热了。我这一件的话呢，我可能11月底或是12月那时候比较冷之后，我就会开始穿这一件。我有时候去滑雪啊，可能有时候那时候真的天气比较阴，然后而且还下雪了，最里面呢我也会穿这一件，他们这一件薄款的 Warmtech 呢，然后当做我的这个滑雪的 base。然后像呢他们家的发热衣呢有出一款薄款，这是 Warmtech， 然后这一款呢是厚的，这一款是 Extra Warmtech。我觉得像台湾的品牌呢，很难得的这种发热衣，他们做的也是非常的齐全，他们连内搭裤也都做了，然后内搭裤呢也是有分厚的 Extra Warmtech 跟薄款 Warmtech， 然后甚至呢像 Sedo 他们家呢，他们也有做一款这种套头款的这种发热衣。像套头的话呢，我有时候呢是不太介意呢，很多人都会穿那种大套头的那种毛衣之类的。像毛衣的话，我真的很不推荐穿套头，因为那就是更容易流汗，然后又不容易排汗。但是像发热衣，你穿在最里面那一层的，像他们因为这种有吸湿排汗材质的，所以他们做稍微一种小套头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他们家呢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有主打呢，这个有加了这个专利的这个天丝的这个成分，它是属于一种天然纤维，然后它天丝呢，它是有这个绝佳的清水性。吸湿性，然后还有具有这个透气凉爽的功能。他们家的材质，老实说真的还蛮特别的。33% 的 Tencel， 他们是叫做天丝棉，然后还有57% 亚克力纤维阿克利鲁，然后还有5% 的，他们说是从日本进口的发热纤维，然后还有5% 的弹性纤维。他们这个发热衣呢，我穿到现在的感觉呢，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呢，就是非常的亲肤，真的穿在那个身上呢，真的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感。他们这个触感哦，真的是就是非常的很滑。然后像他们比较厚的这一款 Extra Warmtech 呢，这一款它里面呢是有做这种薄刷毛的，
像有时候厚的那种发热衣，我甚至还有看过更厚的，但是他们的这种 Extra One Tape， 他们厚的这一款呢，他们是做一种比较薄刷毛，这种不会让你就是厚到让你感觉太闷的那种。然后像现在呢，大概9月跟10月呢，有时候秋天呢，它稍微呢温度也白天可能也有20度以上。我有时候甚至也不会穿3层，我有时候可能外出的话，我就里面呢穿一件内搭呢，或是配一件薄长袖，这样子直接2层，或是薄长袖呢，里面没有内搭，然后配一件外套。就有时候秋天呢，甚至我可能也只是穿2层而已。好，那讲完第一层呢，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内搭发热衣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呢，稍微还是再提一下中层的这个部分好了。其实呢，当然了，第一层你穿对了，其实中层呢，中层要怎么样穿，我真的觉得还是主要就是看个人。像秋天的时候，我就会穿这种，它这一件呢，里面呢也是有薄刷毛的这种薄长袖。然后像冬天的时候呢，冬天呢，虽然说呢，真的是有很多穿法，像很多人呢会去穿里面呢有刷毛的这些长 T， 然后长袖之类，然后甚至有很多人也会穿毛衣，然后有一些人呢，他们也会去选更贵的那种，当然也有很多机能性更贵的一些毛衣之类的。那像我个人化推荐的中层，像我上个冬天呢，我也是穿了这一件 item， 我真的觉得也是非常好穿，真的是忍不住又想要再来推荐一下。像我今天呢要讲的，包括这个中层呢，还有这个外套的部分，又是就是蕉下他们家的这个轻量户外穿搭啦。像我们刚才呢已经推完了这个日本的品牌，还有台湾的品牌。OK， 我承认，像蕉下呢，他们家呢是内地的品牌。蕉下他们到底是哪里的公司呢？他们是深圳的这个公司哦。内地呢最近有什么很红，大家也都听过，就是那个黑神话悟空那个游戏嘛。那衣服品牌呢，这个黑科技呢有什么很人气的品牌？户外的穿搭呢，黑科技真的就是首选。蕉下。被那样的，我觉得呢，东西呢，它本身做得好的话，我们就是不分产地，好不好？就像这一件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它是一个摇粒绒的中层衣，而且它这一件呢很特别，像这一件呢，它是有单数的，它是有到200D，因为它这个绒毛的这个纤维呢，它呢就是把它做压缩。它的密度呢，就是比我们一般的这种，不管你是什么羊毛或是什么绒毛外套，什么一堆随便的，它是比较特别的这种摇粒绒，它的密度非常的高，它有到200D。像这一件呢，它真的是非常的轻，而且它的厚度呢是比很多毛衣呢还再薄一点，就是非常的轻量。像这一件呢，真的也是非常的保暖。它呢是做一个这个双面的磨毛的这个万利绒，就真的蛮特别的。万利绒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这个材质。万利绒呢，它这个英文是叫做 fleece， 它呢又称为这个双面刷毛布或摇粒绒。它是呢这个1979年呢由这个 Meldon Mills 发明的。它是这个抓毛绒呢，它就是有部分羊毛的优点，但是它比羊毛还轻很多。总之呢，中层呢，我后来发现呢，像这种真的是特殊材质的万利绒呢，它真的是比羊毛好穿多了。再来呢，是我们第3层的这个穿搭，这个外套的这个部分啦。像我呢，这个秋冬呢，我主要的目前的这个外套呢，大家看过去，这就是有这3件啦，这不同的外套，我大概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像这一件的话，就是我刚才有跟大家提过的，这一件呢是叫做轻气绒外套。然后没听过气绒的人，它就是类似轻羽绒外套。这一件呢，轻气绒外套呢，其实主要呢，差不多这10月、11月、12月呢，这3个月呢，如果说呢，我不是要去到什么山上湖边的话，我有时候只是在平地活动，比如说出门买东西啊、逛街什么的话，有时候外面呢，就真的只会穿这一件，就是薄一点的这种轻气绒外套。Anyway， 再 repeat 一次，反正如果说你是轻羽绒外套，那也可以啊。只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气绒呢，真的是比羽绒还好穿。我就放洗衣袋呢，再放进洗衣机，不知道已经水洗很多次了。它真的是完全没有变形，而且它保暖的程度呢，还是一样好。它是一个特别的这个气凝绒材质呢，航天太空的衣服呢，他们也都是用这种气绒的这种材质的。那像这一件呢，也是蕉下的这一件冲锋衣。这一件呢是不止10、11、12月呢，这一件呢是可以到一直，它这一件呢是整个秋冬天呢是到明年的3月都可以一直穿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防风防水外套，也就是户外的时候
大家呢或许最常听到呢就是这个 Gore-Tex 的这个材质了，但是像 Gore-Tex 的话呢，我个人呢是没有很喜欢的，因为第一个像 Gore-Tex 都蛮贵的嘛，动不动呢就要好几万，然后甚至 Gore-Tex 啊，它的材质呢，它的那个重量也都蛮重的。近年来呢，我是比较喜欢穿这种轻量的这种冲锋衣。就我们秋冬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呢，你可能要去到山上，或是去到湖边那种，它那个温差可能更大。户外的话呢，还是不太建议呢，只有穿这种轻羽绒外套，最好呢是穿这种呢有防风又防水、比较机能的这种机能的户外外套。像这一件呢是蕉下他们的冲锋衣，然后他们也是做2层的，像它里面也是一个氢气绒外套，这个呢都是可以拆下来的，然后外面呢是一个防风防水层。所以其实它这个外套呢是2件式的，这都可以拆下来，可以单穿。然后等于说呢，它这一件外套呢有3种穿法。这一件呢真的是比很多户外的机能外套还要轻很多啊！像去年冬天，我都不知道穿它去滑雪滑几次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影片，因为像我那时候我就一个人跑去旭月滑雪，我也是穿这一件冲锋衣去的啊。会不会有人觉得冲锋衣不能滑雪？我个人是觉得，当然了，你有预算的话，你买雪衣或是租雪衣是更好的。但是呢，有一种这种户外的这种冲锋衣呢，有时候可能滑雪你只是去体验啊，体验一下的话，既可以户外，然后又可以运动滑雪2用的话，是不是就很方便？而且像这一件，我真的是穿它去滑雪好多次了。我今年那个2月去旭月的时候，那时候温度呢是零下-16度当然了，有时候穿衣真的是老话一句，但还是看个人的体质。因为就是我一运动的话，我就是比较容易感到热，然后也比较流汗，所以我就穿这件冲锋衣就很够了。好，那接下来天气呢？虽然说每一年的天气都不一样，像今年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开始下雪。像去年的话呢，平地呢，好像我记得差不多是12月中底的时候才开始下雪。然后呢，这个平地呢，如果开始下雪了之后，我当然个人呢是没有那么推，就是你还是穿这种比较薄的这种轻气绒外套。这个的话，你就穿这种轻羽绒外套的话，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就开始觉得冷了。所以呢，差不多大概12月中或底开始下雪的时候，这一件真的也是介绍好多次啊。这一件呢，就是在 Uniqlo 买的这种长版的这种羽绒外套。但是这一件我真的得说，因为这一件它真的就是羽绒就是不能水洗，这一件都好多次都要送洗的，而且哇，真的是有点重，它这一件重量整个重量就不一样了。OK， 好，反正这一件呢，它就是 Uniqlo 的长版，然后它有附一个帽子，长版的这个防风羽绒外套啦。因为真的大概差不多12月中或底。开始下雪之后，还是腰部以下的这种保暖呢，建议都还是做好，因为它那个它那个寒气呢，都是从地上这样子窜上来的。尽量穿这种长版的这种防风保暖外套会比较好啦。OK， 那这支影片呢，就是做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购物开箱，然后还有呢，做一个简单的，就接下来10月、11、12月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秋冬穿搭的这个介绍啦。然后大家呢，根据呢自己呢这个体质呢，还有一些怕冷的程度呢，当然都可以再去做一些变化，然后呢增加一些保暖的一些小物，比如说毛帽啦，还有围脖，还有手套啦，还有一些袜子之类的。然后我们今天影片呢提到呢，不管是这个发热衣，还有这些衣服的这些 item 的一些详细的资讯呢，还有一些连结呢，我也都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这个说明栏。然后有兴趣的朋友的话，想知道更多的话，就记得呢再去看一下我们影片下方的说明栏哦。然后之后呢，冬天呢，在更后面的时间，如果有空的话呢，我也是会跟大家再继续更新一些，就是有关于这些冬天的这些穿搭一些新的 item 之类的。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拜拜。